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高清版武学刺客单机的流程。今天是噩梦的第一章，先看一下装备。小弟这套是祖传了，那我呢换了一个重壳。鞋现在是战履，盾呢是警戒。这套打噩梦应该问题不大，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刺客过于贫血了。我现在的血量不到500，480啊，这已经比普通进步很大了。因为打普通的时候呢，200多，280。打噩梦之前练了点级，现在应该是42级。打法上目前应该还没变。到了地狱，咱们再考虑加点陷阱。昨天小伙伴问我加点的话，龙虎刺客嘛。虎击和神龙摆尾这两个是首先要好好加的。另外控制技呢，现在基本上用一个暗影斗篷就可以了，再加上一个召唤物影子，这4个技能比较精髓。另外还有一个速度爆发。能量消解的话，我打算在特定的场合再用，比如说被诅咒啦，或者在地狱的第4章避难所里边再使用。因为那里边诅咒特别频繁，而且敌方的元素类攻击也比较多。大概这5个是主要技能吧。遇到敌人的远程攻击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就开一发暗影斗篷，就是根据不同的战局来确定自己的打法和使用什么样的技能。这个需要小伙伴对暗黑这款游戏的系统有一点了解。玩什么游戏都需要了解，是吧？那属性点怎么加？刚才说的是技能点，属性点的话就有一点，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大舒服了。因为你单机的话，之前我也说过了，首先穿装备是必要的，然后其他方面呢，比如说你感觉自己的命中不太给力，那加点敏捷吧。有感觉血少了，那就加点血。所以说属性点单机的话没有什么固定的套路。第一个任务刚刚这发心灵震爆是影子大师放的。影子大师的好处就是你没学的技能他也会用，影子战士就不成。咱们现在穿的战履，战履的踢腿的伤害还是比较高的。因为咱们如果想穿什么在这个精华级别的鞋啊，这个就困难了。你要是想把力量撑上去，估计要加个156。那刺客蓄力有一点，包括暗黑这款游戏都是，就是当敌方面对着你，即使是横向走动的时候，你也很难击中对方。这个恐怕和命中还没大关系。你可以认为它是和武器长度有关，但是你也可以认为是根据你的攻击速度有关的。现在这个踢腿基本上就可以秒杀掉这些小兵了。那刺客这身装备现在踢腿的伤害大概能到7000，5000到7000这个级别吧，续完3个球，所以说还是很强的。安姐这样的 BOSS 啊，不够犄角的，即使是噩梦难度。噩梦的话，就是人物开始成型了。打法、装备等等。行，第一个任务做完。我尽量打得快一点，这样减掉的部分会少。把这个视频控制在25分钟以内吧。那还有一点呢，
以后我可能会考虑提供粗剪的视频，就是你像普通的第4章的时候，刺客我就是一刀也没剪啊，从头到尾的。当然了，那章打的还是比较快的，18分钟多就打完了。粗剪的视频可能提供给一些喜欢看的小伙伴。两脚就踢完这个小 boss， 九老爷子。刺客现在正是强势期，基本上如果有遗产的话，那在恶魔难度角色你都会进入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，因为这个阶段呢，你拿着40多级的武器装备，有一些已经是日用品级别了，可以在地狱混了。但是你现在正在打噩梦，两噩梦的敌人肯定是撑不住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习惯了这个节奏，当你来到了地狱难度，那真的是开始变难了，尤其是这个刺客。武学刺客有多脆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心里也有数。他太依赖自己的攻击节奏了，以及你对场面的把控。像刚刚我发现了屏幕上有不低于15个敌人，我就赶紧放了一发暗影斗篷，啊，让自己更加安全一点。这个操作在地狱会更加的频繁，因为按现在这个发展，我估计我不到800血，600、700可能就要去打地狱难度了。这个600、700的血还是个近身，大家想一下吧。那就是脑袋顶着诅咒往前走，走着走着突然被怪 A 了一下，可能就当场去世了。所以说这个血量，我希望在后面能够通过装备还有属性点调整一下。军帽，因为军帽现在法师带着呢，法师正在给大家 MF， 所以说也没舍得给他拿过来。这个后面怎么办？我在想吧。行了，把这个小站踩了，咱们就可以过地道了。找到了站点，找到了点，就可以下地道了。这些陷阱呢，也都是影子大师扔的。到了地狱，我会开始起陷阱。毕竟是一个电系加施暴，这个对于咱们的攻击属性的覆盖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或者呢，也可以考虑毒刃啊。但是毒刃的话又需要20点，然后陷阱呢那边如果你想加好了需要40点，这60点技能没处弄去，因为咱们再有30多级也就通关了，80级之前差不多可以练一下级呢，80级也通关了，这样技能点还是比较有限的。1法力，2力量，我的这些小符真是一个好的也没有啊！我就留了一些加抗性的、加生命的，还有加伤害的。这个移动速度真的是比较快。那之前玩的时候呢，有些小伙伴提醒我穿衣服的问题啊。就穿衣服呢，让刺客最好穿上那个轻甲，中甲其实也可以，中甲其实也可以。其实以刺客的这个移动速度啊，我有一点反应不过来的，就是跑快了点怪点不中。穿上重甲，我感觉下降个10%的移动还能够接受啊。而且你一个单机环境，不是你想有什么装备就有。这杜瑞尔的壳我打了多久才打出来？现在有2个，好的那个呢，在法师的小弟身上穿着，防御比这个高。
上边就是黑色荒地了。咱们现在森林里要找到那棵树啊。好，在这儿找到树，把这个卷轴拿了啊。这里我赶紧就放了一发暗影斗篷，因为这几棵树啊，下边这个小怪打人还是比较疼的。到了地狱难度，恐怕他们会有冰冷修效，什么特别快速啊，什么幽灵一击等等，力量强化了。这个剑4个孔，但是我留着其实用处不大。我没打天梯的补丁啊，天梯的符文之羽的补丁，所以精神什么的是做不了的。精神啊、眼光等等。来吧，咱们救老爷子去了。那毕竟是个单机环境，不做也就不做了。好，冲了！在这里一定要把这些小金怪、铁匠，还有蓝怪都清了。这里的怪我感觉还是比较有价值的。影子大师一发心灵震爆扔到铁匠头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被诅咒了。这个状态现在还可以适当的忍受，到了地狱就需要考虑应对的方式了。给了个垃圾戒指啊！行了，咱们要去搞女伯爵了。这个噩梦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我报一点好的符文了？啊，进来就是。普通难度给的我什么来着？我已经忘了。反正暗黑破坏神 1.10 之后的版本，这个符文之羽变得更加的重要。但我玩 1.09 玩的是最多的，玩了10年左右。1.09 还是暗金装备的时代，但 1.10 之后呢？看一下，加一下敏捷吧。感觉这个攻击准确率啊，85、83左右，不太高。这个符文之羽可是要了很多小伙伴的命。你以前的年代呢，好，你最好的装备是暗金，暗金你搞出来一个也就算了，你比如说你需要一把风之裂，那你打出来也就完事儿了。但是符文之羽可不是啊，符文之羽打符文，尤其是这个号数比较高的符文，要打很久很久很久。你想想，一个32号你打多久？一个33号你打多久？打完符文 ，OK， 那更难搞的还是后边底材。你想想，你打符文都那么辛苦了，你好意思把它镶到一个一般的底材上吗？是吧？又需要搞底材，哎，真是折磨呀！所以说，符文之羽这个设定，我感觉还是有点小坑的。好吧，大坑，4层。我印象当中，女伯爵就没给过我好符文啊。我所谓的好符文呢，是24号以上，就1块钱以上。他好像1块钱都没给过我。你看这小怪一脚下去一片。那我现在玩单机，很多小伙伴看了之后自己也手痒开始玩。好，女伯爵，我蓄个力吧，先把这些小兵清掉。
舒尔和夏，加起来23号，加起来都不到1块钱。唉，为了补偿我的损失啊，捡一点金币吧。你给我来点17、19也成啊。行了，放起来吧，至少也是女伯爵报的。看我箱子里这点破烂，去搞铁匠了。这把血书不知道我要用多久啊！我现在还没有巴特克呢。这，哦，这崩人好疼啊！巴特克的猛击，刺客现在清兵的效率真的是可以，但是和法师相比啊，以及死灵法师相比啊，他清兵感觉很累。我觉得我现在点怪啊，在这样高速奔跑的情况下点怪真的是点不准。小弟好像升级了，小弟现在的装备基本上要用很久很久了，我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他，顶多后面我如果搞到一个好的3孔甲呢，我做一个背叛穿上，然后呢把我的虫壳给小弟，这他的装备就到头了。他手里现在拿的是一把红森丹，3孔，镶的是451。这个也是祖传的了，红森丹，哎，凑合活着吧，是吧？到了地狱，他也只能就是这身了。我法师那边感觉打装备遇到了瓶颈啊，不出好东西了。我所谓的好东西就是，准日用品级别我就已经很开心了，这都没有。你无冕盔、无冕甲、无冕腰带，我现在一个都没打出来。军帽有一个，影子大师总扑街啊，还是我给带没了。军营这个图啊，好多人用脚踢就成。这脚踢还有个好处，有点击退效果，保证你的安全。这个盾留着，看起来能多卖点钱。远程，要开暗影斗篷来对付他们，但远程你贴近了，他也会打你的。大家看这张地图啊，我左边那边跑了一圈也没发现铁匠，结果他就在这个门旁边，跑了一大圈啊，真的是走了好多冤枉路。我身上这点东西能卖点银子吧？就买了就是为了赚钱的。看一下，25000、2500这。这两个都3万，2500，这怎么好意思的？安姐啦，这里这个骨灰要先把它清了。来吧，报个军帽看看。这个货呀，又是电又是冰，崩人真的疼啊！2层好顺利，那2层的话需要踩点儿。这个地方看，这个必须开一个暗影斗篷了。心灵震爆还策反了一个敌人。
这个心灵珍宝的任务呢，就交给影子大师了。看这个诅咒时间多长。啊，我身上被火缠绕上来这一下是火焰强化，是装备上触发的，大概15%还是5%。诅咒没了，咱们又从能量消解切回到速度爆发，小符一个，看一下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抗毒还加点伤害，这个是不错的。抗毒7%，正好咱们要打安姐了，这个真的有用。有的时候毒起来比你加血都快，喝血瓶赶不上毒下去的速度，尤其到了地狱之后。好，小战。那个红的是小 boss 吗？是，给了个11号。11号是吸血的，镶嵌到武器之后是吸血。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觉得这谁都知道啊，但是通过录制了2个多角色之后，发现很多玩家对暗黑这款游戏其实是不了解的。就是用一句现在不太恰当的话说，就是又菜又爱玩。所谓的菜呢，就是了解有限，因为暗黑这款游戏的系统真的还是比较纷繁复杂，4层了。尤其符文之语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搞。这个还是要自己多到资料站去看一看。你如果玩暗黑，你遇到个问题，你就要问别人的话，那这没头啊。好，这里我使用的是飞龙在天，飞龙在天就相当于一个 TP 了。那正好呢，在这个场景就用来斩首行动，干掉敌方可以复活这些小喽啰兵的小头目。这个货还被转化了，我还要等几秒。好，我在这清小兵，你们在地上的货不惹天上的，把安姐勾引来了，好，踢死了，给了一个剃刀之弓。安姐大概也就能承受我2脚，这个弓卖掉了。我有一把射角九子，我其实有一把这个鹰之号角，我都敢开一个亚马逊啊，但是现在没有，钱存起来。那好吧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